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。今夜又问你管我闺蜜叫姐。故事解说：温志刚经历分手，心情低落，闺蜜为帮她走出失恋低谷，自作主张在酒吧给她点了一名男模，想让她放松散心。当晚，一名身形挺拔的陌生男人赴约到场。温志看着对方，暗自吐槽他长相普通，和闺蜜口中乖巧温柔的奶狗形象完全不符。短暂相处后，温志以为对方是付费男模，主动提出转账支付酬劳，感谢他连夜陪伴。没想到男人直接拒绝收款，不愿让这场相遇变成简单的交易，主动提出添加联系方式，只想交个朋友，期待后续再见。温志满心疑惑，依旧觉得对方样貌平平，忍不住再次暗自吐槽。第二天，闺蜜急匆匆找到温志，满脸焦急地追问他昨晚的去向。闺蜜委屈诉说，自己特意为失恋的温志安排了8位男模在包厢等候，结果温志整晚没有现身，8个男模空等整整1小时。听完闺蜜的话，温志瞬间错愕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昨晚阴差阳错结识的陌生男人根本不是闺蜜安排的男模。两人稀里糊涂共度了一晚。闺蜜得知真相后瞬间紧张，连忙查看温志的状态，确认他没有受伤，只是腰部发酸，顿时怒火翻涌，扬言要找出那名陌生男子，让宋家兄弟出面为温志出气。温志无奈解释，昨晚他只是随口询问对方是不是闺蜜说的男模弟弟，对方点头应答，他便没有多想。闺蜜又气又好笑，吐槽他太过单纯，若是对方随口谎称是她的未来老公，她恐怕也会轻易相信。始终放心不下温志的身体，闺蜜担心对方是品行不端的海王，害怕对方携带疾病，执意要带温志去医院做全套体检。她告诉温志，自己的弟弟贺彦金刚从海外回国，在市3甲医院任职，专业靠谱，亲自检查才能彻底安心。闺蜜当即给贺彦金打电话预约，却被对方冷淡拒绝，直言下午没有空闲时间。挂断电话后，闺蜜疯狂吐槽贺彦金性格孤僻冷漠，是典型的面瘫冰块脸，常年单身，不懂人情世故，甚至叮嘱温志就算随便嫁人，也绝对不能选择自己的弟弟。温志早已习惯她的念叨，只是静静附和。不甘心的闺蜜直接带着温志赶往医院找人，却从医护人员口中得知，贺彦金下午有紧急手术，一早就进入手术室忙碌，根本无法抽身。无奈之下，闺蜜只能放弃，带着温志找其他医生体检。全套检查结束后，结果显示温志身体一切正常。闺蜜悬着的心彻底放下，满心愧疚地向温志道歉，自责是自己考虑不周，差点让温志陷入未知的危险。温志十分温柔，耐心安抚闺蜜，让她不必自责。体检结束后，闺蜜主动给贺彦金发消息，询问他周末是否有空回家吃饭，告知奶奶和家人都十分想念他。贺彦金看到消息后态度冷淡，直言询问是不是宋家养父母又在假意示好。他坦然道出自己的身世，他并非宋家亲生，出生时在医院被护士报错，20多年后身世真相揭晓，他的亲生父母是家境优渥的荣家。当年身世曝光时，宋家亲生女儿微微难以接受，崩溃大哭，质问父母是不是从此不再要自己。宋家父母满心心疼，不停安抚微微。这场错位的缘分让贺彦金一夜之间失去2对父母，养育他20余年的宋家非血亲，血脉相连的荣家无陪伴，最终落得两边疏离，无依无靠的境地。闺蜜每每想起贺彦金的身世，都格外心疼，感慨他命运坎坷，亲情残缺，情路不顺，连前男友都是出轨的渣男。她暖心许诺，若是温之愿意，以后可以嫁来宋家，由自己好好疼爱守护。与此同时，医院里的护士私下和贺彦金闲聊，告知她姐姐刚才带着一位容貌出众、身材优越的漂亮闺蜜来医院找她，夸赞对方气质绝佳。贺彦金瞬间猜到来人是温志，立刻发消息调侃温志，问他是不是在家想念自己。温志看到消息，只觉得对方胡思乱想，莫名其妙，直言他若是有臆想症，就尽早就医治疗，不要拖延。贺彦金被怼得无言以对，温志随即告知他自己正准备和闺蜜回她家吃家常菜，随口反问他是否也要一同前往。贺彦金立刻应允，贴心询问温志的饮食喜好，打算提前买好菜品带过去。一旁的闺蜜见状疯狂吃醋，吐槽自己的弟弟从来不会关心自己的口味，却唯独对温志格外上心。温志随口爆出自己爱吃的糖炒圆子和桂花糖糕，贺彦金默默记下他偏爱甜食的喜好。两人抵达宋家后，闺蜜的妈妈热情接待温志，夸赞她愈发漂亮水灵，热心询问她的感情状况。得知温志刚分手，阿姨当即提议给她介绍对象，直言自己的2个儿子都是单身，让温志随心挑选。阿姨夸赞大儿子性格温和，人品端正，只是工作繁忙。说起小儿子贺彦金，却满是无奈，吐槽他性格极差，脾气冰冷，是不近人情的面瘫性格，还坦言当初不该让他学医，本就冷淡的性格，在长期医疗工作中变得愈发偏执冷漠。温志静静听着阿姨的吐槽，只觉得宋家的家庭氛围轻松有趣。另一边，贺彦金买下温志爱吃的2款甜品，身边下属忍不住调侃，一向冷淡疏离，对亲人都格外敷衍的贺医生，竟然会贴心为女生准备爱吃的甜食。下属想要多了解温志的喜好，贺彦金并未多言，简单打发下属先行离开。温志在宋家闲聊时，突然收到前男友姜时赫的消息，对方言语阴阳怪气，倒打一耙指责温志无理取闹，纠缠不休。闺蜜看到消息瞬间暴怒，为温志愤愤不平。闺蜜回忆起过往，温志当初特意从港城调回本地，只为给姜时赫准备生日惊喜，却意外撞见对方出轨，满心欢喜尽数落空。
闺蜜直言，若是自己当时在场，定会狠狠教训姜时鹤。温志心态淡然，轻声安慰闺蜜，人生难免遇到错的人，不必为此耿耿于怀。闺蜜随即极力撮合温志和自己的大哥，夸赞大哥帅气多金，温柔体贴，勤恳上进，两人若是在一起，可以朝夕相伴。面对闺蜜的热情撮合，温志委婉拒绝，坦言自己刚结束恋情，目前只想专心打拼事业，无心恋爱。闺蜜见状不再勉强，笑着表示自己的大哥永远是她的备选。深夜，宋雨熙突然找到贺眼金，一改往日的吵闹模样，认真表示自己想要谈恋爱。贺眼金满心诧异，反复确认姐姐身份，依旧不敢相信。宋雨熙执意让他帮忙介绍相亲对象，贺眼金故意调侃，说自己有个合适的人选，是部门主管，只是对方正在办理离婚。宋雨熙当即拒绝，事后哭笑不得地向温志吐槽这件事，坦言自己故意把最难相处的主管推给弟弟，小小的捉弄了他一番。没过多久，温志收到贺眼金的消息，对方贴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，声称可以随时为他检查身体。温志看不懂对方的用意，截图发给闺蜜求助，闺蜜瞬间警醒，提醒她这是海王的经典撩拨套路，所谓的体检只是借口，实则是想借机纠缠，再度邀约。在闺蜜的叮嘱下，温志果断删除了贺眼金的联系方式。贺眼金发现自己被删后，又气又笑。宋雨熙更是直言，这类深夜聊骚的男人最为变态，夸赞温志删除好友的做法十分正确。与此同时，宋家有人向宋父告状，举报宋雨熙借着温志失恋的名义，在酒吧点多名男模，还肆意飙车，行为放肆，屡教不改。宋父震怒，当即下达惩罚，让宋雨熙做500个引体向上，同时剥夺他半年的开车权限。深夜收到惩罚通知，宋雨熙无奈讨价还价，想要减少惩罚力度。争执之际，贺延金现身，宋雨熙立刻求助弟弟帮忙求情。贺延金询问得知温志居住在城西凤七院，随即答应帮姐姐求情。宋雨熙对此连连道谢。次日清晨，温志早起遛狗，发现空置已久的隔壁房屋迎来了新邻居。抵达公司后，温志正式入职。作为从港台调回的高材生，他谦逊地向各位同事自我介绍。温志刚入职不久，公司接到突发紧急新闻，城南大桥发生重大交通事故，现场人手紧缺，情况危急。上级曼姐当机立断，将此次突发新闻的采访任务交给新人温志，让他立刻赶赴现场跟进报道。温志火速抵达事故现场，发现路段全面封锁，车辆无法进入核心现场，同事十分焦急，按照常规预案，只能等待道路解封再开展采访。但隔壁组的金牌主播许佳妮已经在场，若是错失机会，本组必然被对方抢占头条，让曼姐颜面尽失。为抢占第一手新闻素材，温志果断决定放弃乘车，带着同事徒步冲进事故核心区域。现场围观群众情绪激动，纷纷指责大巴车司机蓄意报复社会，故意制造车祸，拖累全车乘客。温志细致观察现场细节，发现路面有清晰刹车痕迹，车身整体向右倾斜，各项迹象都不符合蓄意伤人的特征，大概率是司机突发身体不适，无意识操作引发意外。此时司机重伤昏迷，根本无法出面自证清白。为还原事件真相，传递客观新闻内容，温志不顾没有提前备稿的问题，主动申请现场直播连麦。准备就绪后，他从容面对镜头，准时开启午间新闻直播，清晰播报城南大桥车祸现场情况，说明火势已完全控制，6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，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。温志专业流畅的临场表现，赢得了同事的一致夸赞。直播结束后，隔壁组的许佳妮突然现身，态度傲慢地嘲讽温志能力不足，连司机基本情况都采访不到。同事悄悄告知温志，许佳妮仗着和台里主任是亲戚，平日里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。事故现场依旧危险混乱，许佳妮无视警戒线，执意冲进核心区域抢素材，被执勤警察及时拦下。所有人都清楚，救援优先于采访，不能因拍摄新闻耽误黄金救治时间。现场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开展急救，贺延金作为主治医生，全程主导救援工作，忙碌不停。温志上前想要采访他，询问伤员情况和网传司机蓄意伤人的真实性，贺延金严肃拒绝，告知他救援刻不容缓，采访会耽误病患的黄金诊疗时间，后果无人能够承担。温志立刻意识到自身失误，主动退让，不再打扰救援。身边同事看着颜值出众、气场强大的贺延金，忍不住感叹，如今医护人员不仅专业过硬，颜值也十分出众。救援工作结束后，温志告知闺蜜，自己偶遇了此前认识的陌生男人，得知对方是正规医院医生，并非闺蜜口中的渣男海王，但闺蜜依旧保持警惕，叮嘱她不要被职业滤镜迷惑，务必保持距离。此时贺延金主动找到温志，直言两人的相遇让人印象深刻，并不算初识。温志随即自我介绍，表明自己的记者身份，再次提出采访诉求，想要了解重伤司机的病情和事件舆论的专业解读。贺延金坦言自己连续手术7小时，身心俱疲，没有精力接受采访。温志满心愧疚，主动提出请他吃饭致歉。就餐期间，温志发现贺延金言行绅士得体，和闺蜜口中冷漠偏执的形象截然不同，对她的印象大幅改观。贺延金向他说明事故真相，大巴司机赵恒是驾驶途中突发脑梗，短暂意识丧失，又因车祸2次撞击脑部，造成重度脑震荡，属于意外事故，并非网传的蓄意报复社会。贺延金告知温志，次日会出具权威诊断书，为新闻定性提供依据。
这份专业结论能够推翻片面舆论，避免大众误解。温志对此满心感激。闲聊时，温志提起闺蜜，疯狂吐槽弟弟性格恶劣，毫无优点，直言没人愿意嫁给他。贺延金温和劝解，不要仅凭他人片面之词评价陌生人，未知全貌，不予置评，亲身感受才最为真实。饭后两人告别，另一边的富家子弟聚会上，有人拍到温志和陌生男性吃饭的画面，调侃姜时鹤被女友背叛。众人纷纷笃定，温志和姜时鹤只是闹别扭，分手只是欲擒故纵的手段，最终一定会主动回头。姜时鹤也深信温志不会真正离开自己。工作结束后，贺延金贴心顺路送温志回家。温志下车后郑重道谢，感谢他的专业配合和深夜相送。贺延金温柔叮嘱，女生深夜独行不安全，顺路相送只是举手之劳。温志回家后和闺蜜分享此事，闺蜜依旧警惕，提醒她这类男人最擅长伪装温柔，借机拉近关系，另有所图。就在温志思索之际，贺延金突然开口，轻声询问他是不是觉得那晚的相处体验很好。温志瞬间错愕，这才恍然大悟，贺延金就是新搬来的隔壁邻居，之前的顺路相送根本不是巧合。真相揭晓后，两人之间氛围变得暧昧微妙。贺延金主动试探，询问他是否愿意再次尝试相处。温志心慌慌乱，以夜深为由拒绝，催促他尽快回去休息。贺延金语气温柔，却强势地告知温志自己日夜待命，只要他有需求，随时可以找自己。面对贺延金的主动撩拨，温志手足无措，立刻发消息向闺蜜求助。闺蜜当即让温志托自己弟弟排查医院品行不端的贺姓医生，再三叮嘱他提高警惕，不要被外表和职业欺骗。次日，温志带着小狗淘淘出门，小狗不慎跑到贺延金家中随地大小便，温志满心愧疚，诚恳向贺延金道歉，承诺会将全屋彻底打扫干净。贺延金丝毫没有责怪，还主动提出帮忙遛狗分担麻烦。温志愈发愧疚，主动提出打扫卫生、开车送他上班，均被贺延金婉拒。交谈间，温志询问车祸司机诊断书的领取方式，贺延金表示午休会留在医院等候。随后两人重新添加微信，温志尴尬谎称此前删好友时手滑失误，贺延金看破不说破，顺势通过好友申请。同一时间，电视台召开新闻选题会议，针对城南大桥车祸事件展开讨论。许佳妮仅凭片面素材，断定司机赵恒生活无望，蓄意报复社会，主张将事故定性为蓄意谋杀，对外发布报道。领导原本打算将此次重磅新闻的后续工作交给许佳妮负责，此时温志当众提出反对意见，结合贺延金的专业诊断，详细说明司机是突发脑梗引发的意外，并非故意害人。他严谨分析，无权威诊断就随意定性事件，一旦舆论反转，不仅会冤枉受害者家属，还会损害电视台的公信力。领导高度认可温志的专业素养和严谨判断力，当众肯定他的表现，批评许佳妮片面武断，缺乏职业操守，最终敲定由温志领取诊断书，负责晚间新闻播报。错失机会的许佳妮满心嫉妒与不甘，会后同事纷纷为温志开心，夸赞他新人入职便能力出众。温志前往医院领取诊断书时，遇到一群情绪激动的事故家属，众人将丧亲之痛全部发泄在司机母亲身上，当众辱骂，逼迫老人赔钱偿命，场面失控混乱。年迈的老人无力辩解，只能无助哭诉，反复强调儿子不会蓄意害人，却无人相信。危急关头，温志挺身而出，挡在老人身前，耐心安抚激动的家属。他向众人科普事故真相，告知大家车祸是司机突发疾病导致的意外，并非蓄意谋杀。他诚恳劝说众人，悲痛之情可以理解，但不该将情绪发泄在无辜老人身上。老人痛失重伤昏迷的儿子，同样是受害者，不该承受无端指责与欺凌。在温志的耐心劝解下，家属渐渐冷静，纷纷散去。贺延金恰好目睹全程，看着温志温柔正义、从容果敢的模样，心中愈发欣赏。温志向他道谢，感谢他暗中稳住现场秩序。领取诊断书后，便匆匆赶回电视台筹备晚间新闻。不料许佳妮仗着亲戚是台里领导，暗中动用关系，强行抢走了晚间新闻的播报资格。同事纷纷为温志抱不平，吐槽许佳妮仗势欺人，抢夺他人成果。温志心态平和，坦言新闻的核心是还原真相，谁来播报都无关紧要。当天晚上，温志家中突然停电，全屋电路瘫痪。正当他准备联系物业维修时，贺延金突然上门，告知自己看到了他在业主群的求助消息，物业赶来耗时较久，自己可以先行帮忙检修。经过专业排查，停电并非简单跳闸，而是线路老化导致。贺延金熟练操作维修，很快恢复全屋供电。温志十分佩服，夸赞他能力出众，直言未来他的另一半一定会格外幸福。为表感谢，温志亲自下厨煮面招待他。贺延金品尝后连连夸赞味道绝佳。闲聊时，温志说起闺蜜也爱吃自己做的面，贺延金顺势调侃她闺蜜口味普通。谈及新闻播报被抢一事，温志坦然释怀，贺延金却温柔笃定地表示，若是由他播报，效果一定会更好。这句认可让温志心中倍感温暖。次日，曼姐主动找到温志，高度认可他的工作能力、临场应变和职业素养，正式向他抛出橄榄枝，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团队，担任下月午间新闻女主播。曼姐真诚承诺，不会画饼敷衍，所有职位和资源都会如实兑现。温志满心感激，欣然接受机会。随后，曼姐为他安排了外出采访的出差任务，提前订好机票与酒店，让他尽快准备出发。接到出差通知后，温志第一时间告知贺延金，
为之前约定的晚餐致歉，说明临时出差无法赴约。贺延金毫无怨言，温柔表示愿意等他归来。温志心中过意不去，犹豫再三，拜托贺延金帮忙照料自己的小狗淘淘。贺延金欣然应允，身边同事见状十分好奇，调侃他未婚却主动照看宠物，像是有了牵挂和孩子。贺延金淡淡回应，自己凭空多了一个继子，默默守护着他与温志之间逐渐升温的情愫，静待两人关系更进一步。